位好，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2026年的开年点第一个交易周已经结束了。截至今天1月10日盘后收盘，纳斯达克指数报23,671.35点，周涨幅 1.88%；标普500收盘6,966.28点，周涨幅 1.57%，盘中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指数更是创造了周涨幅 2.32% 的好成绩，报收 49,504.07 点。本周的科技股、AI 股相关概念表现并不亮眼，但这依然不妨碍我们今天的主角登场。1月2号和6号，美光科技股价单日接连暴涨 10%， 创下346美元的历史新高。分析师们集体高潮，把目标价从270美元上调到360美元。有分析师直接说，美光正在重现1993年的狂热周期，当年存储芯片价格暴涨，美光股价涨了近2倍。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这里有个问题，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同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通常已经被定价了。今天我们就来深挖一下，美光到底是真金还是泡沫。先说说市场为什么这么兴奋。美光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财报确实亮瞎眼，营收136亿美元，同比增长 57%， 每股收益 4.78 美元，同比暴增 167%， 毛利率达到 57%。这个数字放在存储芯片行业简直是印钞机级别。更关键的是，自由现金流创下39亿美元的单季历史新高，公司已经实现净现金状态。对于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周期性公司来说，这简直是咸鱼翻身。但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美光的展望。管理层将2025日历年的位元出货量预测从之前的 15% 到 19% 上调至 20% 到 23%。2026日历年预计也将增长约 20%。听起来很技术，对吧？让我翻译成人话，所谓位元出货量，就是美光卖出去的存储容量有多少。想象一下，你开了个水果店，去年卖了100吨苹果，今年你说要卖120吨，这个 20% 的增长，在存储行业已经是近10年来最激进的预测之一。更疯狂的是价格，最新数据显示 DRAM 价格持续飙升，加上出货量暴涨，这就是传说中的量价齐升，既卖得多又卖得贵。这种情况在周期性行业里就像中了彩票，所以你现在明白华尔街为什么高潮了吧？分析师们把2026财年的营收预期从之前的 54% 增长直接上调到 98%， 营收翻倍，这听起来就像是躺着数钱的节奏。第二部分 AI 带来的结构性转变。现在我们来聊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核心原因很简单， AI 算力军备竞赛。你可能知道英伟达的 GPU 很火，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些 GPU 要工作必须配上高带宽内存，也就是 HBM。 这玩意儿就像是给超跑配的特制轮胎，没它 GPU 就是个摆设。刚刚结束的 CES 2026大会上，英伟达发布了全新的 Rubin 平台和推理上下文记忆存储平台。这个 AI 原生的键值缓存层可以让每秒 token 数提升5倍。翻译成人话就是 AI 要跑得更快，需要的内存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端。美光在这个赛道上押对了宝，公司在第一财季 HBM 收入创下纪录，管理层预计 HBM 市场规模将在2028年达到1000亿美元，这比之前的预测提前了2年。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细节，目前包括 HBM 在内的整个 DRAM 市场供需缺口前所未有，美光只能满足关键客户约 50% 到2/3的需求。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谷歌、亚马逊、微软这些科技巨头拿着钱排队等着买你的产品，你告诉他们不好意思，只能给你们一半。然后这些土豪说没关系，你有多少我买多少，价格随便你开。目前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巨头已经向美光等厂商下达了不限价、不限量的开放式订单，这基本上就是给美光开了一张空白支票。在这种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价格自然就上去了。美光最近通知渠道合作伙伴，因为各业务部门出现未预见的需求显著增加，决定提高产品价格，涨价幅度在 10%、负 15%。 注意，这不是美光一家在涨价，是整个行业都在涨。用华尔街的术语说，这叫价格缺乏弹性，你爱买不买，反正排队的人多的是。现在我们来聊聊那个让分析师们集体高潮的1993时刻。
TrendForce 指出的结构性短缺与1993年存储制造商所处的强劲业务环境非常相似。当时存储芯片供应严重受限，导致价格飙升。位元出货量在互联网投资早期带来的需求支撑下持续增长，这使得美光股票成为1993年表现最突出的标的之一。听起来很美好，对吧？但让我告诉你，1993年之后发生了什么？1996年存储芯片价格暴跌，美光股价从高点跌了 70% 以上。为什么？因为当所有人都看到存储芯片赚钱，所有厂商都疯狂扩产，供给一上来，价格就崩了。这就是周期性行业的宿命，高利润会引来过度投资，过度投资会导致供给过剩，供给过剩会引发价格战，价格战会让所有人都不赚钱。现在的问题是，这次会不会重演？先说好消息，这次和1993年有个本质区别，进入壁垒高得多。当年做存储芯片的厂商一堆，现在全球就剩3家半，三星、SK、海力士、美光，外加一个正在追赶的中国长鑫。更关键的是 HBM 这玩意儿技术门槛极高，美光2026财年资本支出计划提升至约200亿美元，增加的资本支出大部分用于支持 DRAM， 特别是 HBM 和 eGamma 节点的产能提升。这200亿美元的投入不是说投就能立刻见效的，从建厂到量产至少要2年。而且美光很聪明，1月16日，纽约州奥农达加县的超级晶圆厂将正式动工，项目总投资最高可达约1000亿美元。注意这个数字，1000亿美元。这基本上是在说，我们要建一个10年都不会产能过剩的超级工厂。但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 AI 需求真的能持续吗？现在我们来泼点冷水，聊聊市场不愿意讨论的风险。第一个风险 AI 泡沫。目前整个 AI 产业的逻辑是这样的， OpenAI、谷歌、微软疯狂训练更大的模型，这需要更多的 GPU 需要更多的 HBM， 所以美光就能一直躺赢。但这里有个致命的假设， AI 模型会一直按照现在的方式发展。如果有一天 AI 模型不需要那么多参数了呢？如果有更高效的算法出现了呢？如果推理成本降到一个临界点，导致需求增速放缓呢？你可能说这太遥远了，但让我提醒你一个事实， GPT-4 推出到现在还不到2年，整个行业已经经历了多次技术路线的重大转变。在技术迭代如此快速的领域，压住5年后的需求本身就是一场豪赌。第二个风险，地缘政治。美光的业务目前在中国市场的占比约 15%， 不要小看这 15%， 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虽然目前 AI 芯片相关的存储还没被完全限制，但谁知道明年会怎样？自2023年中国对 Micron 内存产品在关键基础设施的禁令后，美光在中国的服务器内存业务受到了明显冲击。最新数据表明，中国收入比例已下降，而公司有战略调整，比如退出中国数据中心内存市场。第三个风险，估值。从估值角度看，美光的交易价格为4倍远期市净率，或者5倍2026财年市盈率。分析师说这很合理，但问题是，这个合理是基于营收翻倍的假设。如果营收增速不达预期呢？如果毛利率因为竞争加剧而下滑呢？更主要的是周期性公司的估值陷阱。当一家周期性公司的市盈率看起来很便宜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它处在周期顶点。因为当期利润太高了，分母大了，市盈率自然就低了。但这种高利润能持续多久？历史数据显示，存储芯片的超级周期平均持续18到24个月。美光这波从2025年初开始复苏，现在已经1年了。按照这个节奏，留给多头的时间可能不多了。第四个风险，资本支出的诅咒。美光说要投200亿美元扩产，纽约的超级工厂还要投1000亿，这听起来很激进，很有远见。但换个角度想，如果三星和 SK 海力士也这么想呢？野村证券指出，这一轮存储超级周期至少将延续至2027年。摩根大通预测，头部存储厂商总市值有望在2027年逼近 1.5 万亿美元，较当前仍有超过 50% 的上行空间。当所有人都看好未来，所有人都在扩产，最终的结果往往是产能过剩。2018年的存储芯片价格崩盘，就是因为所有厂商都在2016到2017年疯狂扩产。
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大部分分析师都没有深入讨论。美光近期宣布将于2026年2月底正式停止销售 Crucial 消费产品，以便在增长更快的板块，更好地为公司规模更大的战略性客户提供供应和支持。表面上看，这是聪明的战略选择，放弃利润率低的消费市场，聚焦高利润的数据中心和 AI 市场。但换个角度想，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光的产能已经到极限了？如果 AI 需求真的那么旺盛，为什么不扩产同时满足两个市场呢？可能的解释有两个：一，产能确实紧张，美光必须做选择，这支持了供应紧张的叙事；二，美光预判消费市场可能会走弱，提前退出，避免被套牢，这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因为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从2022年开始就在走下坡路，手机 PC 销量持续低迷，美光退出消费市场很可能是看到了终端需求疲软的信号。如果消费市场不行，只靠数据中心和 AI 这个市场能有多大？能支撑美光、三星、SK、海力士三家巨头的野心吗？让我们再看几个数字，这些数字在财报会上被一笔带过，但可能很重要。美光表示，供应紧张问题已持续多个季度，技术节点转型是2026年供应增长的主要来源。注意这个表述，供应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节点转型，而不是新产能。什么意思？就是美光通过工艺升级，在同样的晶圆上做出更多芯片，而不是建更多工厂。这说明产能扩张其实没那么快。好消息是，短期内供需紧张会持续；坏消息是，一旦技术升级到位，产能会突然放量，到那时候就可能供给过剩。再看另一个数字，管理层透露，从2025年到2026年，实体建筑资本支出计划大约翻倍，预计2027年资本支出会继续增加。这意味着真正的产能释放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在那之前，美光确实处在一个甜蜜期，需求旺盛，但产能有限，可以尽情涨价。但2027年之后呢？到时候全球的新产能都上来了，会不会重演供给过剩的老剧本？在刚结束的 CES 2026上，整个存储板块集体暴涨，闪迪狂飙 27.56%， 美光上涨 10.02%， 西部数据大涨 16.77%， 希捷也攀升 14%。 触发这波暴涨的是英伟达推出的推理上下文记忆存储平台，这一举动宣告 AI 已进入 Rubin 时代，推理不再只是显卡的事儿，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场的解读是 AI 不仅需要算力，还需要大量的存储，这给了存储厂商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冷静下来想想，英伟达为什么要单独搞一个存储平台？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现有的存储方案不够用了，需要专门的架构，这对美光是好消息；二，英伟达想自己掌控存储环节，减少对美光等厂商的依赖，这对美光是坏消息。更深层的问题是，2026年 DRAM 的收入增长预计将达到 51%， 平均售价增长预计为 33%。 这种增速能持续吗？历史告诉我们，当一个行业的价格增速超过 30%， 通常意味着到了临界点，因为这种暴利会吸引所有人进场，最终导致产能过剩。说到底，存储芯片是个彻头彻尾的周期性行业，周期的铁律就是没有永远的繁荣，也没有永远的萧条。现在市场的主流叙事是这次不一样，因为 AI 带来的是结构性需求，不是周期性需求。但让我问你一个问题，1999年的时候，大家说互联网带来的是结构性需求；2007年的时候，大家说智能手机带来的是结构性需求；2017年的时候，大家说云计算带来的是结构性需求。每一次市场都相信这次不一样，每一次结果都是一样的。需求确实在增长，但增速会放缓；厂商确实在扩产，但最终会过剩；价格确实在上涨，但最后会崩盘。唯一的区别是，每一轮周期的波动幅度和持续时间不同，但周期本身从未消失。分析师认为，美光目前面临的业务环境具有价格缺乏弹性的特征，这为美光带来了强劲的经营成果，使其从价格飙升和强劲的位元出货量中受益。但价格缺乏弹性能持续多久？当三星、SK、海力士的新产能上来，当中国的长鑫开始大规模出货，当 AI 模型的算力需求增速放缓，价格还会缺乏弹性吗？
每次我的频道总是会把一个公司的好和坏的两方面预期都展示给大家，就是因为希望大家在这个复杂的市场里保持清晰的头脑和理性的分析逻辑。美光好不好？当然好。值不值得买？当然值得。可再好的公司，我们依然要看到它潜在的风险点，这才是这个频道想带给大家的真正目的。美光现在确实处在一个黄金时期， AI 带来的需求是真实的，供应紧张是真实的，高毛利率和强劲现金流也是真实的。如果你是短期交易者，美光还有上涨空间。但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你需要问自己几个问题。你相信 AI 需求能持续到2027年之后吗？那时候全球的新产能都上来了。你相信美光能在竞争中保持领先吗？特别是当三星和 SK 海力士也在疯狂投入的时候。你相信周期性公司能值315美元的股价吗？要知道2022年底美光跌到50美元，2年时间涨了6倍。你能承受下一轮周期下行的风险吗？如果历史重演，美光可能会从高点跌50%以上。我的建议是享受这波行情，但别忘了设止损。如果你已经持有美光，可以继续持有，但要做好随时获利了结的准备。当分析师开始谈论千载难逢的机会的时候，往往就是离场的信号。如果你还没买，现在入场已经有点晚了。除非你确信这波超级周期能持续到2027年，否则风险回报比已经不太划算。让我们回到开头的问题，当一家公司正在经历1993年狂热时刻，这到底是买入信号还是逃顶信号？答案是取决于你在周期的哪个位置。如果你在2023年初美光跌到50美元的时候买入，恭喜你，你抓住了周期的底部，现在涨到345美元，你已经赚了近7倍，是时候考虑获利了结了。如果你现在才想入场，你需要明白，你在追逐的不是价值，而是动量。你赌的是周期的惯性，赌的是还有更多的人会在你之后接盘。这不是说美光不是好公司，它确实是全球顶尖的存储芯片厂商，技术领先，财务健康，市场地位稳固。但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好股票不等于好价格。分析师说，美光股价可能会重现互联网泡沫时期的增长态势，但别忘了，互联网泡沫之后发生了什么？纳斯达克指数暴跌70%，大部分科技股永远没能回到高点。美光会是那个例外吗？也许吧。但在投资的世界里，压住这次不一样，从来不是一个好策略。周期的铁律告诉我们，在市场最乐观的时候保持警惕，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保持希望。现在美光的故事很美好，分析师的预测很激进，市场的情绪很高涨。但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最需要冷静。不是说美光一定会崩盘，而是说当所有人都在讨论同一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的风险回报比已经不那么吸引人了。因为市场不相信故事，市场只相信数据。当2027年新产能释放，当供需平衡被打破，当价格开始松动，市场不会管你的信仰，只会用脚投票。那时候，今天的狂热时刻可能就会变成明天的历史教训。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对美光有不同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我们下期见。